台积电爆内鬼，外神通内鬼，最怕内鬼，那这个在堡垒内部摧毁敌人，那之前呢，很多时候把机密卖给大陆，这是卖给日本，日本也想抢，因为台积电的特别2奈米，在全世界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大家都想，就是说我这样付一点钱啊，付一点什么好的待遇啊，然后呢吸收一些内鬼啊，那我就不用去做那些研发，而且花那么多钱做研发，也不见得做得出来嘛。所以2奈米机密外泄，这台积电说自己抓到的，因为他这机密的东西他都有监控系统，所以为什么这几个人为什么常常去要这些资料呢？搞了半天，原来是外泄哈。那收押了3个人，其实不止3个人啊，有些是比较不重要的。重要机密的，这3个人就被收押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反正他有各种方法2奈米的布局，在新竹、宝山、在高雄在 Arizona 都有不过 Arizona 到2028年底才有，所以其他的2025年底，今年底就会有了。那日本人也很想要有，也很想知道那另外呢，这个而且是台积电主动揭发的他们说为什么这么高调揭发？以前揭发有时都低调。高调就是让这些人知道杀鸡儆猴，你们不要再搞了，再搞我抓你们，把你们都送去关所以呢，检调兵分6路追内鬼，从星巴克到高铁，所以他们在星巴克里面照相胆子也很大所以呢，这个工程师约在新竹的星巴克翻拍资料被活捉，所以胆子也很大这些人觉得说好像没有人能管他们，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抓到他们那国科会说最终可以判12年了罚金可能破亿了那要看他没有钱，他没钱你也罚不到他了。那另外呢，这个最后流到哪里去？日本的这个公司股价错了那这个台积电今天也错了，不过台积电错，我觉得跟这个不见得有关，是跟川普说台积电要投3000亿美金，一听投3000亿那最后流向没那么简单，到底到最后偷出去的资料到哪里去那跟日本的半导体国家队关系密切是只到日本去呢，还日本再转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看一下。台积电预计在下半年生产2奈米的晶片，不过现在却爆出了泄密案。目前整个案件呢是用国安法来侦办，有3名工程师遭到收押禁见。新竹这个厂区就是未来生产2奈米晶片，由于年底即将量产，因此在 Q2 到 Q3 期间，工程师加紧测试，却传出机密资料外泄。有关国安问题，检方也在7月底兵分6路搜索，查扣相关硬碟和手机。涉案的多名工程师，有的是2奈米试产人员，其他的则是研发中心人员，事后遭到开除和调职处分。主嫌陈姓男子以前也是台积电的员工，参与整合制程开发和工具流程，算是中枢的角色。离职后加入日商公司担任设备工程师，因为熟悉作业也和前同事都有联络，一次就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连锁咖啡店取得相关资料。被羁押的3名工程师联手犯案，他们居然是利用居家办公的机会，把公司配发的电脑带到咖啡厅去，然后呢登入公司的内部系统来搜寻2奈米的机密。他们呢为了避免人家发现，专用手机全程录影，再将所有的影像给传出去。检调人员清查发现至少上千张。台积电爆内鬼，也牵动台日半导体竞合，尤其台积电和 TEL 一直都是合作伙伴。TEL 是全球第3大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也是台积电核心设备供应商，双方在先进制程设备研发合作依赖度高。只是要从台积电外泄机密也真的不容易。前台积电工程师说，台积电设有 PIP 部门，导入 AI 严密监控，手机、笔电等都不能带以外，更不用说查看机密档案都有记录。台积电这次的泄密案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观察方向。第一就是说，这几年虽然知道台积电的这个技术跟产能领先全球，但通常我们过去讨论都是说大陆可能会来挖，那或者是说前几个月讨论到这个川普希望这个台积电可以跟 Intel 合资，然后把一些技术带回去给美国。这一次可能是第一次这个发生日本公司跑到这个台湾来挖技术，而且还挖到爆炸，大家都知道。那其次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事件之后，网络上其实很多在针对这个台积电
营业秘密的保护手段。那除了大家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是说禁止带有照相录影的功能手机进到厂区去之外，其他还有人分享说，有一些你用这个公发的笔电远距登入系统，然后你在家里用私人的手机去拍荧幕，这个是公发电脑会侦测到。然后还有人说，你把这个公司的电脑外接到电视的荧幕，你去拍电视荧幕，可是呢，如果你在翻阅这个资料的秒数是短秒数，间隔是一样的话，系统一样也会侦查到说你是在翻拍，而不是在真的阅读这个资料。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合理而且很有智慧的方式哦。所以我突然想到，其实可以建议这个民进党执政团队，因为这几年这共谍常有嘛，那反过来你可以去跟台积电取经哦，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商业机密的保防手段啦，不是说只剩下查金流啊或者跟监这些方法，难怪共谍都抓的效率不是很好。那最后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关税的问题哦，但是要让国人相信有这个谈判保密哦，这首先就是要连经济部长他都是保密的对象。你看郭智慧这种一脸空白的样子，你差一点就要相信还真的有保密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说，同样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美国可以接受日本、接受韩国在谈判的时候就去国会去说明这个谈判的过程？那就只有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啊，不是台美关系史上最好？为什么就只有我们都已经谈到一个数字出来了，而我们还在这个保密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为了美国的谈判需要，还是民进党的这个盖牌所需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需要去理清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台积电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很意外，因为这个过去其实很少看到这种状况发生哦。那对于台湾来讲，当然这个2奈米当然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很重要的一环哦，所以我认为用国安法，网络上讨论很多了，我认为是有相当的严重性，需要去审慎思考的。那讲回来，刚刚这个大家都提到关税的部分哦，其实我就想到一个案例，巴西最早大家记得几趴吗？50%。对啊。结果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挺直腰杆，换到了什么？他换到了10%。有人的做法是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他们有他们的做法，5500亿，这个也是我那天算了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等于我们台湾外汇存底，刚赵大哥提到的93%，你93%台湾外汇存底要给美国，你承受得住吗？所以我觉得前面有这么多的先例去看，当然现在赖政府的说法是这是暂时性关税，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还有最后的努力机会，所以也希望我们在这边在座各位这样子不断的这个苦口婆心的呼吁赖政府，他希望可以听得到。8月7号马上要到了，如果现在20%加上之前12%的汇损，是32%的成本。各行各业剉咧蛋，汽车业汽车全部囤在港口。最近在网络上面很多影片流出来了，全部堆在那个地方，不管报关进来，消费者在等，这些经销商也在等。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刚刚赵大哥提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感。其实是可以玩两面手法的嘛。你这些业者的声音，其实也是政府拿去谈判的筹码。哎，我不是没办法，这个美国这个老大哥哦，你们的要求、你们的需求，我也很想做，但是业者的反弹非常大。有些时候，这个在谈判上面是可以做到的。再来，我想提到的，我个人的观察，对于川普的观察，他希望是建立与美国平行利益的联盟。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派邓丽君去，你派一个极左派的人去跟对不起，郑丽君去，对郑丽君去，结果去跟一个极右派主义的川普政府去谈这件事情，你去跟他谈自由民主价值，以前小英跟拜登谈那套，我认为对川普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最后的这个关键阶段我认为民进党政府现在的盖牌其实是给台湾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或许你在尽可能的降低对于民进党政治上的冲击。可是问题是，对于产业界所要承受的是非常巨大的打击。今天郭智辉这个经济部长出来讲的，我是很难相信。他说这个是假讯息，我不知道。你的幕僚在干嘛？最重要的国际新闻，你会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吗？而且在讲到过去，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在立法院很多委员提出质疑说，你到底对于台积电去投资这个掌握多少？没有错吧，委员？经济部长是一问三不知，甚至问他投审会，他也完全没办法回答。那到底投审会在干嘛？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真的只能美国政府跳过中华民国政府去找魏哲家董事长？在川普搞了一出之后，回到台湾，赖清德赶快拉着魏哲家董事长开个记者会，让大家放心，民进党政府的角色到底在哪里？
这才是我们大家要值得去关注的。对，刚刚那个世轩特别提到，因为台积电宣布要投资1650亿的时候，刚好就在我在总咨询，我在第一个时间问到郭智慧，他完全是状况之外，而且他特别说这个投资还要经过我们投审会，我还当众向他说，我帮你保证99.9%，你们虽然经济部主导投审会，但是你一定会同意，他也就无置可否。那今天呢，他完全不知道，我也觉得香香不知道，因为他完全就不在这个核心当中嘛。而且你知道台积电，我们那个台积电的条款，我还记得那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花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条款放进去，就是国安法的第3条，就是你14奈米以下跟这个关键性的国家技术哦，还有封测技术里面，你要是违反的话，你那个罚则是非常严重的，更不要说2奈米，2奈米是最先进的。那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来说的话，它到底会用什么样方法，然后最后的结论，我觉得它只有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呢，我们大家就在开玩笑说，台积电呢对于美国爸爸来说是用抢的，对于日本爸爸来说是用偷的，对日本哥哥来说，台积电对他们来说用偷的。你看，每个人都要我们台积电，因为它牵到国防的这个部分嘛。我比较担心就是刚刚大家所提到的关税之后的232，因为他们在4月的时候就已经发出非常多 ICT 等等这些半导体，如果你有跟国安有危害的话，他们认定是由美国来认定哦，你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话，我要惩罚性的是25%到50% 的这个关税哦。台湾所有的 ICT 产品是70%都销往美国，万一它成真的话，由美国来认定的话，我们这些未来所要面临的这个关税，在这个什么15、10、20的之外，这些232所造成的影响，那才是我们现在所有高科技产业才得创裂单的缘故。所以说8月7号不代表什么，之后有关于232它所公布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才是我们整个以科技立国的台湾来说，大家才是最关切的了。好像未来1-2个礼拜就要公布了，没错啊。好，接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英国前首相江省到台湾访问赞扬台湾的科技地位领先啊。另外呢，也感谢台湾站在对抗威权的最前线啊。那另外呢，江省给台湾的建议是让川普赢，爱赢就给他赢。问题是给他赢是没问题啊，那给赢我要怎么输呢？他赢不就我输吗？那我要付出多少代价呢？这代价是我承受得起的呢？因为这个江省是英国川普。所以看美国川普说，川普呢本质上支持台湾的，但是呢，这个喜欢交易，他很爱交易，不是说我喜欢你。川普昨天还讲了一句话 ，CNBC 访问他说他们都来偷美国的钱越是好朋友偷我的越多所以他对他好朋友不满意啊？为什么？这到底这是很有道理的嘛？越是我好朋友以前跟我很好，所以我在贸易上一定跟他有比较多的优惠嘛。那他就赚比较多的钱，然后现在他翻脸了，说怎么越是我的好朋友赚我钱越多呢？那废话，那越是不是好朋友，你跟他根本没有贸易啊，没有什么优惠啊，所以呢，他怎么赚你钱？他当然赚不了你钱嘛。那现在川普就跟你算这个总账，把你过去的钱都叫你吐出来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这个江省说川普是坚定支持台湾的，那而且台湾人民不积极追求独立，奇怪，你去问问那个独派。希望能够和平的留下，不受侵扰，不被中共武力统治。你台湾真的想要维持现状，和平的留下，不受侵扰，不被中国统治，就是不要去搞台独，就这么简单。让他师出无名打你，你积极搞台独，他就会打你，而且他有道理打你。所以因为这个江省是被请来的啦一定也花了很高的代价请他来了，所以呢，他讲话蛮婉转的，其实道理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是一样的。但是问题，你江省讲就算了，我们讲的话，独派一定骂你是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一大堆，什么和什么平啊好，赖清德说明年国防预算会超过 GDP 的3%，这是让川普高兴的但是问题是，美国到现在我们还买了200亿美金、6000亿台币的武器没给我们呢，没给我们我们说是很需要，不是还很紧张，为什么不给我们呢？哎呀，乌克兰比较重要，到乌克兰；哎呀，这个以色列比较重要，到以色列去了。那台湾呢？江省说，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应该以人民期望的方式来解决，就是呢，台湾人不想打仗，你说跟乌克兰怎么会跟乌克兰一样呢？乌克兰基本上是战斗民族他们是个战斗民族，而且它国土面积台湾的20倍大，它有空间来换取时间，你台湾没有，你这么小嘛，一打很快，这个战争是拖不下去的。
好不好？内政部要说点侨民的役男，原来说你回国1年要服役，现在120天就要服役。哦，看起来台湾现在需要兵，所以你们都来当兵啊。因为但是国军缺人，也缺装备啊。你人来了以后呢，装备在哪里啊？武器在哪里？那另外呢，川普跟韩国新的总统李在明月底要见面，韩国媒体说不可能台湾有事，南韩的角色，因为他叫美国现在要逼南韩啊，说你到这个台湾有事，你要扮一个角色啊，这个在你的军队啊，甚至在韩的美军呢都要出动啊等等。南韩说我可以付他们的这个费用，但是台湾有事我不管，跟我无关哦。所以呢，美国现在在逼日本、逼南韩、逼菲律宾，甚至逼澳洲，说台湾有事，这个你们都要出动。为什么？因为美国想退。美国想退的时候，他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看一下。There is absolutely no case for the current Chinese bullying of Taiwan. 周日到总统府会见赖总统，前英国首相强生的话说得很硬，夸赞台湾的民主体制。而到了下午的记者会 All they're asking for is the right to be left in peace as a free democratic country and not bullied or coerced. 前英国首相强生过去对中国是强硬派，2021年却被英国媒体揭露，私下会见中国商人时，称自己是狂热亲中派，自然是盼促进英中贸易。不过2022年还是首相的他，曾呼吁西方国家挺乌克兰，否则下一个就是台湾。可毕竟国际外交讲求利益，强生怎么看台湾？要如何确保跟英国利益一致 ？Sharing the same geostrategic perspectives. Neither of us want to see a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is par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e share economic ambitions, and I think we should do more. Authoritarianism continues to expand. Democratic nations must join even closer in solidarity to defend our values. Taiwan holds a key position on the fourth island chain, making us a keystone of Indo-Pacific peace and stability. 赖总统全英文演说强调提升国防、捍卫民主，再强调明年国防预算达到 GDP 3%。This year's defense budget will reach a target of over 3% of GDP to boost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那个强生呢，他是参加外交部所办的一个那个论坛嘛，但是重点是说，强生其实现在英国的执政党也不是强生那个党啊，强生是保守党嘛，现在英国执政党是工党啊，对，所以我是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去经营，就是现在英国他的执政党的对手，我觉得就非常奇怪。像我们前一趴讲的那个惠顿啊，他讲一件事情啊，他就是说，像萧美琴呢，就是一直在经营民主党，所以被共和党就是川普这些人认为说。因为萧美琴跟民主党太好了，所以呢才会让这个台美关系越拉越远。那个刚刚惠顿他的那个文章的标题叫做《台湾是怎么失去川普》嘛，他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讲萧美琴，而且他还谈到就是那个他觉得赖总统没有第一时间发贺电给川普是一个失策。他说赖总统是听了某一位重要幕僚的建议，打电话没有打电话，没有打电话是一个。他说川普接不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也要做这个动作，那你到底是听了谁的建议？所以他戳破，他说以前台湾一直讲说台美关系是这个史上最佳，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是惠顿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萧美琴都一直在经营川普的对手，就被视为是跟拜登比较好。那奇怪，这个凯耀哥你花了那么多钱，你请到一个现在那个工党的对手强生来这边讲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说他讲的到底有什么影响啊，因为他毕竟是前首相嘛，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然后。那个惠顿，因为惠顿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人啊，他是川普的第一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僚。他的话，我觉得大家要深思啊。他戳破了就是台美关系到底是不是史上最好？如果按照他讲的不是的话，那台美关系一直是民进党搞抗中保台一个非常重要前提。就是说我们搞抗中保台，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底气？是因为美国会对我们非常好，台美关系，美国一定不会放弃我们。可是如果在川普的眼中，他其实没有把台湾视为这么重要，跟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好的话，那我们持续要搞抗中保台，而不走一个比较沟通的对话的路线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不能
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说啊，因为惠顿没有拿到什么公关费啊，所以才这样子讲。但我觉得不是，惠顿讲话，其实他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种心态，他是希望说台湾应该要做更多努力去经营台美关系，而不是在唱衰台湾。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一直用那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一直去洗说好像台湾现在多厉害，应该要务实的去看待。我补充一下哈，当然在外交上面的做法啊，烧冷灶啊，是一个有的时候常常是会有效，可是问题是那也得值得烧啊。这 Boris Johnson 呢，就是一个在英国政坛现在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真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一个前首相。他现在在 GB News 这个频道里面，他就是当一个节目主持人呢，好，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花那么多钱请他来，然后呢，赖清德呢借了这个场子，好像哇一下子强调说什么我们在印太上面要如何的做啊，我们的国防预算要增加到 GDP 的占的3%。我觉得这一连串的哈，还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台积电它的机密被窃这件事情，还有川普要这个台积电呢。这样说什么要投资3000亿？我觉得这些的讯息串联起来非常的恐怖啊！台积电的那个2奈米的这个技术呢被偷这件事情呢不容小觑，因为呢这个员工啊就已经跳槽到东京威力科创的这个员工呢，他们去偷他的这个2奈米的技术。它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它是半导体设备里面的很大的一个供应商。它也是台积电的合作伙伴，最重要的是，它是日美联盟的日本的国家队里面的重要的股东，哈，一个厂商。然后最近呢，上个月的时候呢，这个 Rapidus RAPIDUS 哈，这个日本的半导体国家队才刚刚公布上个月哦，说他们在2奈米的技术上面获得突破了。所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且日美要建立的半导体联盟，除了要把这个最尖端的2奈米的技术拿到手上之外，它还要去摆脱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半导体的制造里面呢，艾斯摩尔是一个很重要的嘛啊，它的光刻机啊什么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威力科创，它就是在半导体设备里面，它在相当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要去打造这样子的一个生态链，哈，能够呢完全的由日本跟美国哈来主导最先进程的这个半导体的2奈米啊，是往前靠近。所以台积电现在所面临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国难的处境，哎。不得了啊！我们现在呢，面对到这个美国爸爸是强盗啊，日本大哥哥是小偷啊，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呢，所有的川普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会在意台湾的什么民主啊、同盟啊、价值。惠顿的那篇的文章呢，我觉得最深刻的是点到了这一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即便哈以前这个拜登啊，还没在强调一些什么民主啊、同盟啊、多元什么价值，对于川普来讲，没有，他就是 money， 然后呢，没有最多，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more， 所以呢，他要的就是台湾的半导体，他根本觉得你在那什么国防经费上面是你们本来就该出的。不，现在刚刚讲的那个。日美的共同联盟哦，大家在想说，那这个后面是不是他们在搞鬼？是啊，如果是他们在搞鬼的话，我们还要投鼠忌器呢，还要担心美国也在后面呢，我们要拿你的技术，这个蛮严重的。来自九位，我想刚提到那个惠顿所说的哈，我是觉得我们也要讲一点话了哈，就是说，好像惠顿对萧美琴印象很不好，或者是说啊，萧美琴她都是偏民主党，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川普跟拜登在选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压川普赢。第一次的时候，我们都压川普赢啊。那个时候，突然拜登当选之后，坦白讲，一开始我们很多人都很失望啊。那怎么拜登比较亲中，那川普落选了，那台湾是不是会更不好啊？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美国它是有它的制度跟系统在走的，它背后的智库也在主导在美国的方向，所以不是说谁他的
喜欢谁不喜欢谁，或者谁比较怎么样就对台湾会不好。我是认为说，后来拜登证明了，就是说虽然我们对他的判断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后来他对台湾其实这一阵子以来啊，就是整个世界局势美国的掌握，拜登的表现，我觉得对台湾还是蛮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只偏民主党或只偏共和党，每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即使让柯志恩去当外交官大使也好，其实都不可能会偏一个党嘛，你一定是2个党都会去重视嘛，所以我想当然会对他个人的意见我们予以尊重啊，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不会是这个样子。那台湾跟美国，事实上我刚提到川普的大方向，一个是还钱嘛，一个是民主联盟嘛。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这美日印澳民主联盟这个关系是不会变的，我们还是有相当的信心的。这就是民进党啊最大的盲点哈。他们把所有的这个赌注，从蔡英文开始到这个赖清德，所有的这个赌注呢，我们的国家安全、对外的经贸，哈，通通呢就绑在这个美国的身上，绑在这个日本大哥哥的身上。但是呢，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搞清楚，川普要的不是这个，川普要的不是什么民主同盟什么样价值，在川普的眼中，台湾就是一个比肩大的国家，他要的只是台湾的半导体，他要的就是台湾的这些最实质的东西。至于你们要承担的军费，你们要把台湾呢，他们要把台湾呢打造成这个豪猪城镇战，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要台湾自己来承担。你只要满足他军费的要求，买他军工复合体要你给的这个预算，这就够了。继续再回来。